那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不良的睡姿，所以让你腰酸背痛？到底应该要怎么样解决这个睡觉酸痛的这个问题呢？你说平躺、侧躺跟趴这3个姿势的话，最伤身或最差的就是头给。如果今天你一定要，我们就会建议你在2个大腿之间至少要夹一个。然后沙发不是有个扶手，然后你头靠着扶手，那在这个情况下，你就是滑手机跟看电视。很多肩颈酸痛的问题的病人，这个姿势下会久了会让这个椎间盘形成一个压力。我们就来做一些可以让你的腰可以比较贴近床的一个运动。睡前一定要做，为什么？这是真的，因为你在睡前做的时候啊，你的睡眠品质真的会比较好。欢迎来到健康养成记，我是 Amber。我们其实身体有很多的酸痛呢，都是跟肌肉的错误使用有关系，包含了不用、过度使用或者是错误使用。那像我们在开这个古典舞健身课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有80%以上的学生啊，希望改正自己的坐姿跟站姿，因为他们现在发现错误的姿势是让他们身体酸痛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在我们一天当中，睡眠占了1/3的时间，那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不良的睡姿，所以让你腰酸背痛，或者是因为平常错误的姿势，所以导致睡觉的时候会腰酸背痛？那今天到底应该要怎么样解决这个睡觉酸痛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请到的是这个物理治疗师潘家豪医师。潘医师您好。你好，大家好，我是物理治疗师。最差的睡姿大概就是哪些呢？你说平躺、侧躺跟趴这3个姿势的话，我会觉得最伤身或最差的就是头给侧躺。对，但是通常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单选了。那侧躺原因是因为在于说，其实我们在侧躺的时候，床的支撑是第一个考量的点。如果床是很软，那我们是不是就会身体会陷下去？对，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脊椎的排列并不是直的，并不是我们想要的它原本正确休息的位置。所以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侧躺久了之后，反而起来会容易腰酸背痛。对，所以这个是头给侧躺的原因。当然有些人会觉得怀疑是不是趴嘛，趴着睡，对，趴着睡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一点问题？对，但是所以我觉得如果以侧躺跟趴睡真的要去做一个分水岭的话，可能我们就要依照病人的症状来做一个分类。假设今天他的腰部比较不适的话，我就会建议他平躺跟趴都是我推荐的，尽量不要侧睡。但如果他是颈部肩颈的部分来说，那我觉得 OK， 那你就还是侧躺，因为趴着的时候我们通常会伴随一些头部的旋转，那个情况下可能也许会造成他的颈部的扭曲啊，或者是造成压力不对称、不平衡这样。对，所以如果说真的，当然你正常人来说的话，我会建议他尽量可能可以的话，尽量往平躺的方向，平躺的姿势，我是觉得是最推荐的。上次您有提到说那个什么脖子抬得很高的那个就不算的吗？也是啊，对。以平躺的情况下，当然还有一个 bug， 最常见的是，也许你回到家在沙发上，对，然后你会躺在沙发上面嘛，然后沙发不是有个扶手，然后你头靠着扶手，那在这个情况下，你就是滑手机跟看电视，你都觉得很放松、很舒服。这个通常呢，你只要界定那个角度在45度以上的，通常我都觉得就是我身体平躺之后你的头翘起来45度，对，这个超过45度以上，我就觉得这个姿势是不太理想。其实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我们很多肩颈酸痛的问题的病人，他们很长的休息姿势都是刚刚我们说的那个，就是这个姿势下会久了会让这个椎间盘形成一个压力，那这个压力就会让神经会压迫在神经上，神经释放出讯号之后，这个肌肉就会呈现在一个很紧绷的状态。常常在一些文章上面会看到说，就是说侧，然后又趴，就是这个脚还会这样整个样趴下去，侧趴的躺，这个也是非常不好的，可以这么说吗？可能看某些病人的情况啦，因为像假设之前有遇到一些病人，他是腰部刚开完刀，那个他一定没有办法平躺，那他可能就选择侧躺或趴。那侧躺他如果比较好睡得着的话，我们就会建议他没关系，我们就在侧躺姿势下。所以如果今天你一定要侧躺，我们就会建议你在2个大腿之间至少要夹一个枕头，因为如果你说侧躺，我的脚再跨过去，如果你是膝盖碰膝盖的情况下，其实我们的髋关节会处在一个比较内收的位置，这样对于髋关节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其实侧躺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就是某些状况的时候还是要侧躺，对。但是为什么一般的人不能够正躺呢？就是有些人他就一定要侧边才能睡呢？这是他发生了什么问题？那这个睡不着可能来自于脖子，他就觉得脖子很悬空，他觉得脖子碰不到枕头或碰不到床，或者是他觉得腰很拱。
他觉得他躺下来的时候，他的腰好像很悬空，碰不到床，所以他会觉得不舒服，甚至越来越紧绷，越来越痛。肩背太紧。对，所以通常我觉得可能你没有办法这2个区块获得缓解或获得舒缓，所以你会选择侧躺。因为侧边可以这样弯。对，因为你一侧躺之后，这个压力感就不见了，因为它就变成是侧向压力嘛，所以这个压力感就没有了。可是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就会很正视这件事情，是说你如果今天我们正常平躺，组织间因为重力的关系，慢慢的往下拉，其实正常来说应该是舒压才对，可是它却没有办法舒压，所以表示一定有人顶着它，或者是把它固定在错误的位置上，所以我们就要来把这件事情给解决，这样。所以看起来是不是说不能平躺，就是跟肩背太紧有关系？会比较相关，会有蛮大的相关性啦。好，接下来要做什么呢？我们就来做一些可以让你的腰可以比较贴近床的一个运动。正常平躺的情况下，那通常有很多时候是你一躺下来的时候会发现，像这个情况下，这个时候我们的腰就会比较拱嘛，你会发现说这里会有点碰不到地板。好，那也许这不是自然状态吗？对，自然状态。可是因为像现在你是我们有工作一整天，久坐久站啊。好，假设我们是这样有点弯的，更明显的嘛。好，那我们做完之后，其实他的腰就会下降到更靠近床。OK， 好，那我们开始喽。第一个部分来讲，我们通常分2边分开做，一次做1只脚就可以了。我们把膝盖先练习伸直，膝盖是很像弯是抬起来嘛，那伸直就是有点伸直，有点膝盖往下压，让大腿先用力，对，然后大腿先用力之后，我们再用髋关节把整只脚慢慢的抬起来，动作做慢一点点。那这个过程中都让膝盖保持伸直，然后慢慢抬到你觉得你可以的最高。OK 啊，膝盖不能弯哦，好，然后最高的地方再稍微下来一点点，因为通常摆在最高的位置下久了，很容易会有一些抽筋的问题。对，好，所以我们下来一点点，大概2-3度的角度，让它不要太吃紧就好。那在这个姿势之下呢，我们做脚踝的动作，我们把脚踝往上勾的时候，通常小腿就会拉得很紧，没错，然后再往下变成垫脚尖、压脚板。对，好，这样就是1下，我们做3下，第2下勾，好，再往下垫脚尖，好，再第3下勾。好，慢慢的做到最底，再往下垫脚尖。好，3下之后呢，一样保持膝盖不要弯，伸直的状态下，慢慢的下去，慢慢的放下去，脚踝就放松了。慢慢的放，慢慢的放，越慢放的速度越慢越好。因为这个情况之下，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训练的关键在于髋关节。这个髋关节来说，我们要练的就是一个髂腰肌，它会从后面的腰往前延伸到大腿的内侧。那这个髂腰肌通常就是造成我们的腰很拱，或者是骨盆前倾的一个主因，所以这个运动做完的时候呢，同时会获得腰的释放跟坐骨神经啦，整个下肢的神经释放、软组织的释放，好吗？我们再换左脚来一次喽，试试看。一样，膝盖先伸直，大腿先用力绷紧之后呢，再用髋关节把整只脚慢慢的抬起来，慢慢的抬，慢慢的抬。抬也要很慢吗？对，抬起来可以速度比较平常，下去要慢一点。好，那一样重点在于膝盖不弯，好，抬到你可以的最高。左右2只脚可能高度不一样，那没有关系。好，慢慢的放下来一点点，对，大概不要在最高极限的位置下做好。脚踝勾紧之后往下垫脚尖，好，再往下勾紧，让小腿后侧拉紧，再往下垫脚尖。好，尽量做到极致哦，再勾。好，第3下勾，好，再往下垫脚尖，一样保持好膝盖伸直，慢慢放下来。这个时候就要稍微慢，脚踝就放松就好。对 ，OK。那当然有些病人会提到，他可能没有办法做到脚踝的3下，做2下也没有关系，对吧？因为有些人他撑在一个情况下，撑的时间太久，他会觉得这个髋关节这边会有点抽筋，会很吃力。那基本上你可以做2下也没关系。那第2个运动来说，假设我们今天做完这个腰，让腰比较贴到地板之后，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再进阶的练一些其他有关侧腹啦，或者是臀部、骨盆的一些肌肉放松，好吗？那一样，我们来把2只脚弯起来，膝盖弯，对，维持在这个位置下，基本上呈现在90，以髋关节为这个基准点为支点，维持在90，膝盖也90度，对，2只脚维持好，然后2边的大腿是呈现一个平行。不要往内夹，也不要太打开，维持在平行的位置。好，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先做单侧的，我们就先把膝盖维持90度，慢慢下来，让脚跟去碰到地板，膝盖不弯哦，好，膝盖不弯，慢慢下来，慢慢下来，碰到地板之后，好，我们再选择。如果说你觉得很吃力，你就休息伸直；如果你觉得还 OK， 我们就可以接着做，你就把它拉回来，然后再换左脚下去。
可以吧？这个当然第一阶段就是我碰到地板之后，我就把这只脚伸直放松，再换另外一只脚。第二阶段就是我碰到地板之后，我就拉回来，这样 OK 吗？对 ，OK， 你可以2只脚单脚分开错动，分开做一下。对，慢慢下去，慢慢下去。这个过程中，有些时候我会更强调的是慢，因为这个慢的过程，你会发现有时候做的时候做到某一个角度，你会很吃力，会很会卡一下，对，会很卡，会很抖。那个情况下，其实就是表示在那个长度下，肌肉是比较难施力的，或者相对的力量比较不够。对，然后慢慢的去感受到我现在能不能越做的越顺，整段过程中都可以做得很稳定，这样。好，慢慢起来。这个是2侧交替的嘛，所以它就会有点像是说可能瑜伽啦，或者是在做皮拉提斯的一个死虫式，但是做一些变形。他们还有加手。对，然后这个情况下也可以再变成是有一点点往侧边移动。这边。对，慢慢的。那要不要碰到地板？这个其实就因人而异。有些时候腰的压力会有点太大，你可以循序渐进。好，慢慢回来。好，可这个动作有一个小小细节，就是这个过程中你要帮我全程保持一下2只脚的平行哦。这个是难的地方。为什么？因为这个情况下，因为假设你这样往这边夹的时候，那是不是就会让左侧的髋关节会角度比较大？或者是这样一靠上去就变简单了。因为你单侧维持在平行的位置，跟2只脚靠在一起维持平行的位置，那个力量不一样。这2只脚自己都要 hold 着。对，这样才会比较有训练的效果。来，我们往这边试试看。对，慢慢的下来，但是不一定要碰到地板哦。你可以到一个角度，你觉得极限到了，你就回来拉回来，就差不多是这边，好，就把它拉回来。好 ，OK， 好 ，OK， 可以再回来，然后再每一次做完之后都稍微再修正一下你的姿势。就是这边要90度，对，然后我们先放下来休息一下。所以通常我觉得在执行的过程中啊，不用觉得说我是不是一定要连续完成10下，你也可以做个1下你就休息一下，那确保你每一次做的动作品质跟细腻度是有到的。医生，我想要请教一下，就是说像我们刚刚在做第一个姿势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主要伸拉的是，就是说要训练的是我们这边的髂腰肌的肌肉。但是为什么我的脚要拉直？就是这个后脚筋要拉直呢？这个跟那个背有的关系是什么？好，因为一部分当然你刚刚提到髂腰肌是我们希望它放松完之后腰会比较不会那么拱。对。那第2个阶段我为什么脚要拉直跟勾脚踝这个动作，其实它是会有点扯到是跟神经的牵拉有关。因为我们在下肢，假设你现在腰很拱，其实有些时候像椎间盘的压迫或者是神经的压迫，它会让神经的张力上升，你会整个小腿、大腿后侧都会变得很紧。那这个情况之下，其实我们做的处理就是神经的松动术。所以你在做伸直的情况下，在做脚踝的动作的时候，才可以比较拉得到这个神经。对，但是如果你弯曲的话，你做这个就没有拉不太到。所以这个情况下，那个姿势摆位跟动作设计是来自于神经的考量。那当然，在做完之后，你神经讯号放松之后，神经的张力放松之后，软组织也会跟着变软，这样对，所以就不会这边就是拱起来，这样硬邦邦的那种感觉。对，不会说整个下肢啊、大腿、小腿都还是很紧。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管久站还是你运动之后，其实大腿后侧跟小腿后侧都会是蛮需要放松的。那我们不用借由也许滚筒或按摩球，我们就做这个动作，做完之后其实它就会变柔软。像第2个的这个死虫的话，以前我们都是拿来做是像核心的练习。那但是这个死虫的这个姿势，其实也牵扯到刚刚我们讲到说髂腰肌的部分，跟会不会造成骨盆前倾的问题，就是拱腰嘛。因为我们希望是它可以因为你看我们死虫式的时候，背部是不是相对比较平的？所以我们就在训练腰跟骨盆，练习让它摆在这个姿势上。让它比较不会说我一直动不动就回到很拱的位置，让它可以比较能够常常维持在正确的位置上。是这样。好，2个躺着的动作，大家不可以再偷懒，就躺在床上做完就可以睡觉了。对，真的，我都建议病人是说白天没做没关系，但是你睡前一定要做。为什么？这是真的，因为你在睡前做的时候啊，你的睡眠品质真的会比较好。因为各位有些可能会有经验，是我睡到一半就很酸不舒服，醒来那种半梦半醒，然后翻一个侧躺，又马上睡着。对，那个情况下其实就是睡眠中断了。所以我觉得你会很建议一定要在睡前做，做一天可能可以做的话，大概2组，就是做个2个10下。
对，一组是10下，对，嗯然后做个2组，2组10下之后，其实我觉得是达到一个基本的量。今天学到了一身的撇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好，那我们今天谢谢潘医师，谢谢您。不会，谢谢大家。